昨天晚上我们征婚群里炸了锅了呀！有一个女士在征婚群里发聊天记录，吐槽自己让一个男士给骗了。哎呀，我那第一瞬间啊，是觉得是被骗钱了还是骗人了呀？作为群主啊，再赶紧问问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就联系那个姑娘。后来啊，算是问明白了。这大上个周啊，有一个男士32岁啊，条件不错，自己开了一个小厂子，一年在30-50万。这姑娘呢是31岁啊，做会计的。哎呀，姑娘一看啊，这条件挺好啊，觉得特别喜欢，就表现出来很积极。两个人在上周啊是第一次见面，互相印象都不错，进展也比较快，这聊天啊话题都会比较暧昧一些。很快啊，这上周末又约着又见了第二面。这两天不是圣诞节和平安夜嘛，这姑娘一闺蜜就收到了一个大手镯子啊，就在朋友圈里晒呀，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她那个大手镯子呢。这姑娘就截图给这男士啊，说了句我也想要一个。男士看到这个截图啊，哎呀，估计是愣了半天啊，隔了半个小时才回复，说现在有点贵啊，你元旦再买。这姑娘一听就不愿意了，你这是装聋作哑呀，我这啥意思你看不出来吗？直接就打直球跟他说呀，我想要你给我买个金镯子。男士这会儿一听啊，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直说你看咱俩才见了不到3次面，你跟我要金镯子不太合理吧？这姑娘就说啊，我只是需要有一个安全感，觉得你是爱我的，愿意对我好。男士人家不愿意啊，我们刚认识呢多久啊，你就让我给你买这么贵的礼物，我觉得你很拜金啊，算了，我们俩不合适。这姑娘一听啊，回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条件不错的，真能让他跑了吗？赶紧委屈的表示啊，我呀不缺钱，我完全有能力自己买，我就是想看一下你对我的态度，我也没想过要，我只是考验你一下罢了。行了，这男士啊顿时悟了，立即答应这姑娘，晚上呀我就带你去买金镯子去。这姑娘一听啊非常开心啊，直夸男士人很好，对待感情很认真。昨晚上下班啊，俩人就去金店了。这姑娘就选了大半天啊，选了一款32克左右的，合计下来啊有2万左右。男士就去收银啊，打包结账很痛快不墨迹，一会儿就付完了。哎呀，这付完之后，男士把这小票给这姑娘看，你看我买完了吧？你能看出我的态度了吧？姑娘很是开心啊，要接过金手镯。哎，男士把手一抽啊，你不是试探我能不能给你买吗？我买完了，这表明我的态度了，但这镯子不能给你，我得送给我妈。这姑娘一听啊就气炸了，就把这些过程还有聊天记录啊就发到征婚群里去了。男士也在群里啊，就看这群里他俩人还有一帮人啊在群里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吵啊，直到把这个姑娘给踢出群啊才安静。哎呀，这个事情啊，前2天也遇到一个，就是还没见面啊，这个女方先要金镯子，表示你得先给我个态度，如果2人能成啊，这镯子收下，不能成我再退给你。我就纳了闷了，这是年底要收网进年货了吗？在座的各位记住啊，找婚姻候选人，2人之间一定是平等的合作关系，他要考验你，凭什么？上级对下级才有考验一说的，在平等的关系里面，如果说考验，那就是互相对等的，他要考验你，也要考验他呀。在中国，只有党和人民才可以考验你。当他拿态度说事儿，拿通过让你给他送贵重礼物作为来衡量你是否对他好，体现你的价值，这样女人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能够愿意接受啊，那咱就另当别论。当你去满足他的这项需求之后，你等着吧，后面还有其他各种杂七杂八的需求嘞。别高看自己，你是养不起他的。一个女人呀，值不值得娶回家呀，最基本的准则就是看她会不会把你的钱当钱，能不能愿意给你花她的钱。如果是那种啊，把你的钱不当钱，自己平常都舍不得买的东西要你给买，这种女人啊，碰都不要碰。现在啊就可以止损了，养不熟的白眼狼。我给你们讲个特别逗的事情啊，男士呢是95年做跨境电商啊，这赶上好时候赚了一些钱，条件呢算是不错的，有车有房全款，还有一些存款啊。工作呢就是整天啊这个黑白倒班嘛，没时间啊没精力去找对象。我就给他介绍一个姑娘，我记得不是97年就是98年，这个姑娘当时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嘛。刚见完面，男士对她很有好感的，请她吃了几次饭。这姑娘的态度吧是不拒绝也不接受，模棱两可的，就是男士找她吧她就出来，不找她她也不带联系的。两人认识了这么有1个多月啊，就有一次见面啊，这吃完饭看了场电影嘛，黑灯瞎火啊，你想一想，男士就主动去拉这个姑娘的手，这姑娘一感觉到啊，就立马就把手给抽回来了。男士就觉得挺尴尬呀，心里就犯嘀咕，这是啥意思啊？送这姑娘回家的路上啊，这男士就问这个女方啊，愿不愿意和自己交往？这姑娘就说呀，我们毕竟刚认识还不熟悉啊，再了解看看吧。哎呀，男士这个人啊，此生最痛恨被人吊着，可能被吊多了，他就觉得呀，大家都是相亲了，你说成就成，你别吊着我呀。但是又觉得自己是真喜欢这个姑娘呀，后面又约了几次她都出来了，态度还那样，不冷不热。为了加大诚意啊，他又送了这姑娘一条金项链。人家姑娘收了，收的时候很开心呀。男士想着，这收我礼物了，这算愿意当我女朋友了吧？
晚上回去就给这姑娘呀，发了一篇自我很感动的小作文啊，那写了好久啊，大体意思就是认识你之后啊，就很喜欢你之类的等等话，你做我女朋友吧。这信息发出去之后啊，这女方一直没回复啊，男士气的呀，他要面子。我这是跟你表白啊，多少你得给个面回个话吧。女方没回，他也就不问，就这样一晃半年过去了啊。今天一大早6点多，这女方就发回来一篇小作文，大概的意思就是很开心认识你，这半年呀，我想清楚了，愿意和你在一起。男方一看呢，气得不轻啊，没带好气儿就说呀，我还以为你把我拉黑了呢。那姑娘就赶紧解释呀，最近一直在忙工作，这才忙完，所以赶紧和你联系了。男士是越看越气，心里就嘀咕啊，成年人了，你做点啥猜不出来吗？你不用想了一圈，觉得别人都不合适才来找我吗？他就问这姑娘找他什么事儿。这姑娘就回复说呀，当时啊看完这个男士的表白小作文啊，挺感动的，想答应，但是又觉得呀这立马答应了不好，想要矜持一点，再想看看这男士后面的表现。结果男士就一直没搭理他呀，他自己面子薄呀，再加上工作也比较忙，也没发信息问。现在这不是终于有时间了，男士看完这些话就气的肺都要炸了，直接就怼啊，你都矜持了半年了，大姐啊，你才想着回复我，我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是当我死了吧。说完这句话，这姑娘也很生气啊，就发了一堆啊，大体意思就是啊，才多久你就谈上恋爱了，幸亏当时没答应你，真要在一起啊，以后啊8成也得出轨。说完就给男方删了，男方信息没发出去啊，气的就把截图发给我，看完我能说啥？要不我也送你一台加压仪吧。以前的矜持啊，那是真矜持，那个时候这一见面就特别的害羞啊，声音也温柔，步子都不敢迈大的。现在的矜持啊，就是我故意挽回你信息，欲擒故纵吊着你，让你得追我，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。结果没成想人男方不惯着，自个儿玩砸了。你去相亲，你要学会感恩的，你得想想一个人凭什么每天都要对你早安晚安，闹钟都没有这么准时吧？汇报日常，分享自己的生活，去关心你还担心你，人这个不是成为的是什么呀？相亲啊，你要给够别人尊重，你才会有福报的。觉得对方条件好，人不错，那就相处看看，成就谈，不成就散，别权衡利弊，算计的太明显。你不想谈，还想让对方一直追着你舔着你，这事啊，你就太缺德了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在婚恋市场上面啊，有句话很有毒啊，说男人一定要有钱有事业才能够去追女人，女人才能会喜欢。这5、6年前有个小伙子啊，当时26岁，本科学历，在国企工作，年收入8万左右，没车没房，父母还务农。他当时来找我介绍对象的时候，那个择偶要求是真不高，他就想找一个大专学历啊和眼缘性格好的姑娘。当时呢，我应该给他介绍了有3位啊，这第一位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吧，比他大了2岁。当时2人见面啊，这个女孩子嫌他个子不高，还没有房子，就给拒绝了。第2位呢是一个会计啊，跟他还谈了有1个多月，后来呢是因为他收入低，还没有房子，家里条件差，谈着谈着呀，人家也不同意了，他的心态就彻底崩了啊，跟我说啊，先不找了，准备认真工作2年，等有钱了买了房子之后再来找对象。好了，就这么一消失走了好几年啊，上个周啊出现来找我了，说家里人太着急了，想让他找个女朋友，32岁了，这几年呢确实努力工作，攒了有30多万，家里又给他凑了一些，在老家呢交了首付，买了房子，买了一辆代步车啊，工作有起色呢，也做了主管，年薪啊到了12万了。他说现在有车有房了，女方应该不挑我了吧？他想找一个28岁以内啊，有眼缘，性格温柔的这个独生女。我们俩聊完之后，就给他在资料库里就筛选了几位他比较满意的。这一位呢是28岁，长得确实很漂亮，在私企做内勤，他就很喜欢这姑娘的长相。但问了这个姑娘之后啊，女方觉得她房子不是学区房，而且面积比较小，父母还是农村的，就拒绝了。还有一位25岁，他也想认识，但那姑娘嫌他年龄大，这工作也一般的，也给拒绝了。还有一位呢，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退休金啊，也给拒绝他了。他又问我呀，我努力变优秀了，为什么别人还是嫌弃我呢？我做婚恋这个行业越久啊，就会把这个现实看得很透彻。当你年龄越大，你就会发现啊，你能够遇到那个怦然心动的另一半的机会就越小。我们会为房子焦虑，为车子焦虑，为工作焦虑，想要那种很纯真的爱情啊，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。换来的是你房子面积多大，你年收入多少，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啊？你对自身能力是越来越不自信，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加的恐慌，甚至觉得没有房子没有车子，我凭什么要拥有感情？这也是在婚恋市场上面很多男人都会有的一个感觉啊，我一定要变得优秀，这样我才能在一段感情当中变得得心应手，才能够更加的自信啊，才能够配得上所谓的爱情。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啊，你认为的那些优秀其实只是加分项，永远都不是决定项。你在变优秀啊，别人也不会停的，这不过是给你自己自卑、怯懦、拖延的一个理由而已。
很多时候啊，不是给别人机会，而是给你自己争取一个机会，试一试嘛，哪怕概率只有10%，也比多年之后拥有一堆头衔，遇见对方他玩都会打酱油了要好吧？求的是内心无愧和心安而已，能够在几年之后事业有成啊，实现理想的凤毛麟角。多数都是妥协于现实的，即便是有事业有成的，找对象可能不会再嫌弃他没车没房没钱，开始嫌弃他年龄大工作累长得还老了。所以啊，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几年之后后悔的人。哎呀，当初选择他之后，当初早点找对象就好了。不要相信啊那句等你优秀之后，有钱了有车有房，就会有女人喜欢你了。换句话讲，那你变得优秀，人姑娘也会变得优秀，你变得优秀，那姑娘的那些潜在对象们也会变得优秀，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的优秀的速度比他们都要快呢？再勉强的启动都好过等待和迟疑，大胆去爱嘛，喜欢就去追，哪怕失败了，你也可以获得这段感情的反馈，知道自己如何要变成更好的爱人。读10000本书啊，不如自己去追去爱去相处得到的经验要好，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，经历过挫折成长，这才被称为变得优秀。你要知道一个很扎心的真相，25岁的女生看不上25岁的你，即便你35岁事业有成，即便她依然单身，大概率啊也会看不上35岁的你的。